即使中国有钱、有资源、有热情，但如果连抄作业的门槛都进不了，那就是废了。2025年，中国再一次站在了技术崩溃的门前。这不是第一次被羞辱，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人窒息。北京自己都承认，它被35项关键技术卡住了脖子。是的，7年过去，砸钱、上马、造神、赶英超美，结局却是光刻机没了，发动机没了，轴承还得靠德国、日本供货，连圆珠笔的笔尖钢都还得靠进口，甚至连想模仿山寨的资格都没了，因为中国连材料都配不齐。2018年，中国科技部下属科技日报罕见地拉开了关键技术瓶颈系列文章的序幕，那是一次半公开承认失败的特殊时刻。35项技术被点名，分属核心元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和产业基础等4大类。芯片、发动机、触觉传感器、掘进机主轴承、光刻胶、锂电池隔膜、超高强度不锈钢、航空钢材、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核心工业软件、真空蒸镀、ICLIP 技术、适航标准、扫描电镜，每一项都是现代工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心脏。每一项背后都躺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代际沉淀。而中国呢？有些东西连照猫画虎的图纸都不够看，因为你不懂材料，不懂工艺，不懂怎么把纸上的理论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机器。2022年，美国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重磅报告指出，这些技术有3个共同点，基本由欧美日企业垄断，中国高端版本的国产化进展寥寥，特殊因素使得进口替代几乎无解。光刻机，中国连抄图纸的资格都没有。光刻机这个现代芯片制造的皇冠，至今仍是北京的噩梦。荷兰 ASML 掌握了最高端的 EUV 光刻机制造权，而即使 ASML 把全套设计图纸奉上，中国也做不出来。为啥？因为背后有上百年德国工匠精神的支撑。蔡司光学提供的镜片材料，要在零缺陷状态下打造出纳米级光学精度，这靠的不是钱，是德国技师祖孙3代在同一个岗位上磨出来的经验。中芯国际还停留在7纳米，台积电、英特尔、三星都已进入2纳米赛道，技术差距不是3年5年，是3代。发动机短舱做不出来，也抄不来。中国梦寐以求的国产大飞机 C919、轰20、歼35背后都面临一个共同命题：发动机短舱做不出来。GE 航空用了15年才完成复合风扇叶片的全套系统，中国还卡在叶片寿命认证阶段。C919发动机 LEAP-1A 是西方的，涡扇时称其解放军天空，寿命却只有人家的1/4。中国可以做出能飞的发动机，但不能做出能活得久的发动机。5万小时的试验，极限环境下的磨损数据，每一枚叶片上万个小时的测试，没有信仰，没有传承，砸再多的钱也只是原地转圈。中国的发动机液炸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至今都掌握在日本日机庄手中。这个全球市场90%份额的隐形冠军，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中国人40年都没追上。没法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工艺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的积累。高端钢材产能世界第一，质量却是笑话。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全球第一，2023年达到10亿吨以上。但令人尴尬的是，高端钢材仍靠进口。剃须刀片钢、笔尖钢、航空钢、轴承钢、冷轧板，凡是对材料加工艺要求高的钢种，中国都没法独立制造。
2023年，中国进口圆珠笔芯 1.7 亿支，金额2800万美元，是2017年的2.5倍。含碳量 0.6% 的不锈钢就能做出世界级刀片，中国的最难只能做到 0.5%。新华社也曾罕见承认，差距并不是在技术，而是在工艺。2019年，中国生产的不锈钢超3000万吨，但真正用来做剃须刀片的超高碳马氏体不锈钢，每年还得进口2000吨。轴承中国人做了50年，依然被甩几条街。高铁、军机、核电、风电，几乎所有高端设备都绕不开一个东西——轴承。但中国的轴承市场 95% 是低端货，高端轴承仍然靠进口。2025年，中国风电轴承国产率只有 33%， 而且主要集中在3兆瓦以下产品。日本和德国的轴承实际寿命是计算寿命的830倍，而中国只有35倍。质量差异不仅在材料，还在设计逻辑、理论模型、数据积累、工艺标准、热处理精准度等看不见的部分。一位在头部轴承企业干了20多年的老工程师说得直白，就算你用最好的材料，用最贵的机床，也做不出德国产品的性能。我们和人家差了20至30年。中国吹得震天响的掘进机主轴承国产化高强度不锈钢突破，在业内专家看来，要么是能用不能好用，要么是实验室产品拿来报喜。高端机床连打磨铁皮都要靠别人，数控机床是现代工业的灵魂。无论是生产飞机零部件，还是制造芯片模具，高端 CNC 机床都是刚需。中国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不足 10%，90% 以上靠德国、日本、美国进口。中国企业用的系统大多是西门子和发那科的，国产系统只是备胎中的备胎。为什么做不出来？不是没钱，而是没经验、没积累、没人才。发那科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控数据库，西门子已经完成第9代系统迭代。日本机床企业依靠终身技工文化，将误差控制在 0.001 毫米以下。而中国的工匠，不是被嘲笑读书少的蓝领，就是进厂3年就被996干废的临时工。哪有什么精神文化传承？能留下来的都跑去搞房地产、做直播带货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为了赶超世界科技，投入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之快，但最后却一再被现实打脸。为什么砸了这么多钱，结果却这么惨？因为问题根本不在钱，而在体制。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没资源、没资金，而是没人愿意真干，没人敢讲真话，更没人能搞出真东西。科技不是拍脑袋，是代际传承。中国一直喜欢用国家战略来统筹科技攻关，喊口号、建项目、画蓝图、开发布会，动辄就是举国体制。但真正的科技从来都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出来的，而是靠几代人坐冷板凳，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以德国为例，其顶级机床、轴承、工业软件背后是100年家族企业和完备的技工体系支撑。日本也一样，一个普通的抛光技工可以在一个岗位干40年。可在中国，真正能干40年的蓝领凤毛麟角，大多数技校生毕业后都进不了厂，因为蓝领没有前途。中国青年报2023年调查显示，超过 67% 的中国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认为工厂是失败者的归宿。这些人转头去考公务员、做网红、摆地摊，就是不肯进入技术一线。你让谁去搞材料？谁去造轴承？谁愿意耗费5年时间，只为了搞出一块高碳钢？中国社会的科技鄙视链早已烙印在基因里。材料、机械、制造
在中国是低端学科，人工智能、金融、经济才是香饽饽。于是，大量优秀人才流向了地产、互联网、金融炒作，留在工厂的不是能人，而是没人。连技术的基本盘都撑不住，你拿什么跟世界比？大国重器只是组装重器。今天的中国看起来有了航母、歼20、C919，媒体口中的大国重器一个个上天入海，但实际上大多数都是组装货。歼20用了进口发动机，C919用了美法合资的发动机系统，航母的雷达、起飞系统、舰载机也大多依赖进口组件。2018年，美国司法部就揭露，中国通过黑客组织 APT10对 C919项目进行系统性技术窃取，目标直指发动机风扇叶片的复合材料技术。因为这个材料，美国花了10年时间研发测试，而中国呢？你想想，一架 C919用几十种来自海外的高端零件，如果有一个被断供，整架飞机就可能停飞。这哪里是大国重器？这根本就是租借武装。美方一句禁运，就让中国哑火。一旦断供，产业直接歇菜。一个曾在中国头部轴承企业干了10多年的高级工程师说过一句话：你以为断供是慢性死？错了，是立刻全线歇菜。如果欧美国家全面断供，中国多个关键行业将当场瘫痪。航空航天、发动机、机身复合材料、控制系统全部依赖进口，飞机飞不动。高铁、核心轴承、高速转动部件、信号系统大多靠德国和日本。风电、主轴轴承国产化率仅 33%， 关键部件断供将直接停摆。芯片产业链没有 ASML 光刻机，没有蔡司镜片，没有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的蚀刻设备，中国的芯片制程只能永远停在7纳米。钢铁、高端特殊钢种依赖进口，剃须刀片、比肩钢、精密滚珠全部断货。医疗器械、核心影像设备元器件依赖日本村田、松下、瑞士的精密组件。基础软件系统、工业操作系统长期被 Windows Embedded 和西门子系统统治。这些技术不是断供以后还能靠自研替代，而是断供即死亡。这也是为什么2025年5月，川普在福克斯新闻上直言，没有我们，中国的飞机连飞都飞不起来。这不是夸张，是冷冰冰的现实。美国冻结中国科技的全球战术。现在，美国不再幻想中国会市场换技术，而是干脆启动冻结战略，不让中国继续进步，把中国技术卡在2020年前的水平。然后美国继续向前，中国就会被永远甩在后面。哈佛大学最新报告指出，美国仍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半导体、空间技术、量子技术5大领域全面领先。美国的目标不是和中国共赢，而是断代中国科技。这种冻结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战争，只需要精确控制几个关键节点：材料、设备、算法、平台。举个例子，控制光刻机等于中国做不出先进芯片；控制发动机材料等于中国飞机起不来；控制核心轴承等于中国设备寿命短、故障率高；控制工业软件等于中国设备不能协同、运转不灵；控制数据库系统等于中国算力平台不稳、云系统不安全。所有一切只要掐住一个口，中国就永远只能吃尾气。为什么中国就是做不到？15位全球顶尖材料科学家中有12位是华人，但几乎全在美国。这说明什么？说明不是中国人不行，是这个体制不行。中国体制是官僚爬梯，不是技术爬梯。它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专业。在中国，做直播赚钱的人远超做材料研究的人，搞房地产发财的
比搞芯片强太多，做论文比做实验轻松太多，吹牛比动手靠谱得多。于是，研究员写论文、拿项目、搞评审，最后变成论文机器。真正想搞公益、搞突破的人，要么没资源，要么没人信。连一线工人都逃离工厂，没人愿意学钳工、车工、电工，社会价值体系彻底崩塌。指望这样的社会出蔡司吗？出发那科吗？出 ASML 吗？别做梦了。